今天我们要修的这个呢是澳洲和牛的牛脸颊肉。现在一堆人在底下问说，修这块肉干嘛？这块肉它拿来烤，其实很好吃，它的油花就真的很漂亮，切起来也看起来很好吃，且风味非常的独特的一块肉。它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吃法，因为这块肉它风味就很特别，很甜。如果想要这个风味跟甜味的话，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取代它。它甜味让我蛮意外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我们要修的这个呢是澳洲和牛的牛脸颊肉，就是我们俗称的牛夹肉啊。我们今天很感谢广元商贸提供我们这一块肉来让我们拍影片。这一块肉它就是在牛的脸颊这样，牛吃草的时候在运动的这两块肉。那这块肉通常我们都拿来炖煮啊。那我们打开看看，牛脸颊肉在台湾好像也是，美国的应该还是不能进，因为它是头部的肉，就是属于内脏。所以现在台湾还是只能进澳洲啊，或是一些巴拉圭啊之类的，从其他非狂牛正义区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哦，这一面啊，这个有银皮的这边，这一面它这个算是修过啦，就是这一面呢，它就是靠近骨头，这一面的银皮比较厚的就是外侧的，所以你看这边有骨膜，骨膜这一面是靠内侧的，然后外侧这样子。然后它是一个非常多筋膜的一块肉，所以它必须要修过才能做烧肉，然后通常都拿来做炖煮。炖煮的话，就是像我们面店吃到那个嘴边肉一样，就你好好的处理的话，长时间炖煮，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半筋半肉，而且风味非常的独特的一块肉。那今天我们就来把它当做烧肉看看，因为这是上面这一块有颗很硬的银皮，这个超硬，这个超硬的。那我们就先划一口，我习惯就是先这样子拉着银皮，这种比较厚的银皮呢，我们就这样拉着，然后就你刀尖就是这样子去割它，就银皮就会下来，不要把那个膜划破，你不流率就会高一点。那如果你不那样修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子啊，这样子拉着皮，拉着银皮，然后这样子慢慢抽刀，这样也可以。只有可能会划破那个皮，划破皮，你看就像这样子，就会有一点带在上面，就要再下一刀，这样子再下一刀。把它切掉，很喜欢就是用这样子用刀尖去刮，让肉自动跟那个皮分开。那如果你今天要炖煮的话，这就不用去处理它。炖煮的话，这个就留着吧。可是我们现在要做烧肉，它很硬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切掉。这就是一片皮就下来了，这样子。那这个你另外还可以再拿去煮，对，拿去煮汤什么都可以，就把它切一切拿去煮汤。没有修干净的就把它修一下，因为这个烤完之后会很硬啊，会很精彩。这边多的脂肪就把它修掉。这边有骨膜，其实我不太喜欢他们这种修到有点半清不清的，因为这样就更难修一点，要花比较多时间。这个骨膜这边就要把它修掉啊。如果你今天是要做红酒炖牛肉啊什么的，这块都非常的适合。我们通常在修这种表面的膜的时候，我都会把刀子放到切口里面，然后把肉盖到这上面来，然后开始抽刀子。对，如果你刀子够利的话呢，就可以很简单的把筋膜修下来。然后一般它都是装一片，然后里面会有2块这样子，那这就是其中的一边。对，然后你会看到这个有一个筋膜啦，可是这个它虽然比较厚，可是它其实是深入到里面去的，所以就看你要不要修掉它。可是在这边修就比较没有意义了，就会变成它里面会变成好几片这样子。我们先拆一块给大家看，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那就沿着这个筋膜动它，那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好几层的筋膜在里面。让我们沿着筋膜把它拿下来，所以你很少看到牛脸颊肉被出现在烧肉上面，就是这样子。它筋实在太硬太厚了，不过我们今天就拆给大家看。那当你刀子如果磨到像6000啊这样系数以上的话，它比较不容易咬住筋膜，所以就比较容易能够在筋膜上面去操作、去滑动、拉的时候就比较不容易切到筋膜。这一面的筋就已经看到筋膜都在这，然后它原本是这样盖着的。所以它就是好几层的筋膜，那我先把这个切下来好了，这样这边就主要都是肉，可是它这里面又有一层筋膜，所以你要去的话又要再去一遍。好，你看这个筋，就光是它就这么厚了，虽然我切的没有很轻啦，我也可以看看，光是它就这么厚，而且它很复杂，所以这个切下来基本上就是适合炖煮嘛，你看。长这样子就是适合炖煮。那切下来的肉就长这样子，那里面还是有一些筋的啦，而且它现在不漂亮。那这个比较粗的，我也想要把它修起来。然后其实我们如果切一个截面给你们看，就它这边是这条筋，所以我们要拿下面的肉。可是它这边已经给我一刀了，所以很丑。
如果认真看的话，它这个肉里面的肌间脂肪是很够的，所以可想而知它风味一定很足。毕竟是一块牛会动，可是又没那么硬的肉，只是它就是筋很多。这个筋很讨厌，现在一堆人在底下问说，你是修这块肉干嘛？这块肉就拿来炖就好了。这块肉它拿来烤其实很好吃，只是很花时间修它而已。这个部分我都会拿去炖，修老半天就得到这2片丑丑的肉。可是它拿来切成烧肉片也是很好吃。那一样，就算它这么多筋膜，我们还是要给它逆纹切。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像这一块的话，它其实是这样斜的长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面有被削掉一点点的，这边有被削掉一点，它这边就已经是完全逆纹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切它，那就可以看一下它的纹路长这样子。那我们就这样子去切。切的时候就还是可以感觉到它里面有一些筋，所以这块肉就不会漂亮，它怎么切都不会漂亮。然后因为它里面的纤维还是蛮粗的，所以我们会稍微就是刻花。那我们留一些没有刻的好了，再给你吃。所以你在烧肉店看到它就是会，它会摆得很丑，这块肉就是不漂亮的一块肉，就摆得这样子，是我摆得丑，是我的问题。它其实除了做这种烧肉之外，它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吃法，就是所谓的 tataki， 就是我们只炙烧表面，有点像生鱼片这样的感觉。切另外一块给大家看 tataki，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块，哇，它的油花就真的很漂亮。表面的银皮跟骨膜我们先修掉，骨膜很多的脂肪。直接修掉，最粗的筋我们把它拿掉，还有骨膜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，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肉质看起来不错啊。那我们切一块下来给大家看，其实它切面是很漂亮的，切起来也看起来很好吃，只是它肌肉纹理长得有点不一样，所以没办法切得很斜的，让它肌肉纹理漂亮，让它很逆纹。你要切这样子直直的，它才可以很逆纹。你没有筋膜的话，就会修得丑丑，就没办法切成这样子。那你看这一块留着筋膜就可以切得很漂亮，可是它有很厚的筋膜啊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用刀根去敲它，去把这些筋膜断掉，这样子去把筋膜切断，或者你就是用刀子去把筋膜切断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面也是一样，翻过来把它切断。其实你下刀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说筋膜在哪边。这边还有一条，照这个筋膜去敲它，可能用牛刀啊，这些刀面比较宽的会比较好切。就是一个肺弓的一个部位，跟这样子比起来，当然是这边比较漂亮啊，可这个就没办法。我们现在尝试一下，用敲筋膜的方式，还是用刻花的方式会比较好吃。对，我决定要给它双面刻花。双面刻花的话，我们先看我这一面是刻跟肉这样子垂直嘛，那我下一个如果照样刻垂直的话，肉会被切断，所以我们要刻斜的，这样肉才不会被切断。双面刻花，这样肉不会被切断，然后一样是有刻花的效果。然后这一块我们就等一下拿来做 tataki 给大家看。好，就先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先来做 tataki， 润一下，粘的乱七八糟。来，半敲烧就是先把外面给炙烧过，之后拿去冷藏，等它凉了之后再来切，然后里面都还是生的，表面烧出一层梅纳反应就可以了。然后因为这块肉很多的筋，所以呢它会收缩起来，等它变圆圆的这样。我通常是用炭火，直接用很大火去烧它。可以看这一面，就是它开始就是筋膜开始收缩，就是这样子鼓鼓的，然后烧出外面有层脆壳这样。这道菜我是在福冈吃到的，我自己蛮喜欢。那如果你懒得用炭火的话，其实应该用锅子煎也可以，因为火就要很大。那我们就把它先拿起来，把它去放凉。放凉之后再来切。那我们现在下来吃那个刚刚我们有做断筋的这个部分，先吃这个用敲的好了，这部位就稍微把它烤得熟一点，虽然有断过了。啊，试试看，撒一点点盐。我试试看。我本来觉得蛮硬的，可是现在反而是一种 QQ 的口感。不是入口即化，可是它就是 QQ 的，蛮好吃的，不会咬不动，但还是需要努力一下下。因为这块肉它风味就很特别，很甜。怎么感想？它是偏脆口的，就是 QQ 的，
可是很甜，对我来说是好咬的。为什么我的是硬的？它咬不动。我的是硬的，你的是硬的哦，中间是硬的，然后两边是 Q 的。不要害我被 ban。这应该是双面刻花吧？对，它甜味让我蛮意外的，就蛮甜的。不过我觉得烧肉不用每一块都到入口即化的感觉啦。那这块就是要烤到很熟，这块比较看起来磕的比较认真的给你。我吃磕的最不认真这一块，这个是没有修青，没有修中间的筋，然后有刻花的双面刻花。是更好入口一点，双面刻花不错，可是好像甜味少一点点。我觉得更好入口一点点。比较软啊，可是没有刚刚的那个甜。你觉得这块比较硬？换我这个又粗又长，换你又粗又长，又粗又长又硬，这一集一定会被 ban。不至于到咬不动，但是 Q 要咬很久，它更有嚼劲了。上一块肉的风味比较浓，比较甜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也这样觉得。那我们来吃吃看，有修青的，然后有刻花的。修青之后那个肉就长很丑，应该可以了。这块给你，要不然我吃吃看。这个是修青之后刻花的，双面刻花比较好吃。这块是很甜，可是风味没有比较好，没有比较好入口，还不如好好的刻花。我这个是最硬的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最硬的，最不好咬的。所以我觉得最好吃的应该是刻花或是敲过，我个人比较喜欢第一口，用刀尾敲的，是最好吃的。那几乎没有那个尾韵，后面就已经整个要咬太久，反而那个甜味还没有吃到甜味，你想把它吞掉。那你们要再吃完全没刻花的看看吗？感觉赞赞的。好，我们来练一下大家的口牙。这感觉会很开心。对，这块肉还是要刻啦。可是我觉得它在一个烧肉店里面的角色，如果想要这个风味跟甜味的话，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取代它。然后毕竟它在烧肉店里面不算是贵的部位。不过我觉得拿来炖煮的话，就是花时间。炖煮的话，澳洲和牛因为它的风味会很浓，因为它油脂比较多。我们这个把它烤熟一点看看，要不然就是像我们刚刚做半敲烧那样，然后把它切很薄，哇，感觉这个有硬哦，鼓成这样。好，这块你们要吃好吃，应该要全熟了，交给你。因为我觉得这个还可以，烤熟一点变好吃了。所以这也是一块需要烤到很熟的肉，我觉得烤到很熟，味道还不错，甜味也比较容易释放出来。觉得就是它应该拿去炖煮。你烤熟好像比较好吃，比较甜，比较甜，还是要咬，所以还是用敲的，把它敲比较软。可是你反而你会在享受你在咬的时候，它的那个风味，从你的那个肉的组织里面流到你嘴巴里面的这种感觉。对对对，而不会像前面的有刻花的，它吃起来比较无聊。是你喜欢咬筋啊？吃肉，对我喜欢咬筋，牛筋什么都很喜欢。对啊，咬久了那个风味都还在，甜味都还在，还不错。可是好麻烦哦，修青超麻烦的，看我刚刚修那么久。来切这个半敲烧来吃，其实如果要配这个的话，应该要配瓦萨比，然后这个一定要切很薄。然后你可以考虑要不要刻花，或者就是敲一敲它的筋。那如果摆在盘子上的话，好，买一个漂亮的盘子，可以来吃了。没有瓦萨比是今天的败笔，大家我们频道会员让我可以去买3块。因为我觉得意外好吃，敢吃生肉的人应该蛮喜欢这个，意外好吃，很甜，非常的甜。然后那个外面的那一层香气也很棒，外面香香的，里面甜甜的，我觉得好像比那个烧肉片还好咬一点点，还是咬得到那个筋。对，还是会有筋。可是它不会说我咬一口这种，那个筋我大概只咬到一半而已。筋还没有收缩啊。对。然后甜度很高。我觉得比刚刚烤好吃，比刚刚那个好吃，比烤的好吃。我会想要来点黑胡椒的。哦。
黑胡椒有点像，我觉得还是缺瓦萨比。就是我想象中的味道，不过跟你说的一样，甜味被盖掉蛮多的。没味道，没有甜味了，可惜。还是瓦萨比啊？还是瓦萨比。今天教大家这个牛夹肉的烧肉的方式。那这我们看有没有时间再做一个炖煮的版本好了。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把筋膜给用刀根给就是切细断筋啊，用刀根去断筋的一个方法，然后还有刻花的方法。然后还有没有刻花的，就是修青的方法这样子，然后再来就是做塔塔 Q 半敲烧这样子，只烧表面，然后吃它的甜味的。你们自己最喜欢哪个方法？生吃塔塔 Q， 可是我觉得我的塔塔 Q 可以再烧多一点，让它更香。我知道了，胡椒应该是撒在那个肉上面去塔塔 Q， 烧的时候先撒，在外面那一层有胡椒味就好了，这样味道就会风味层次会跑出来，然后还是要配芥末。就这是一块一只牛只有这样2片的这样，那么大只牛只有这样2片的。以后如果你去那个日式的烧肉店的话，点这块肉你要注意哦，这块肉不是入口即化那一种，这一块是吃它的甜味跟它特殊的筋感，可能相对小众啦。如果以台湾来说，就台湾人对日式烧肉的一个期望值可能会是很多的油脂，然后很入口即化这样的感觉。这块肉不是那个部位。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。牛夹肉的做法，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啊。欢迎大家加我们的赖社群，里面有很多有趣的人可以回答各种有趣的问题。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